台湾的所谓专家声称歼-16D 使用的是龙芯芯片的电子战能力呢有限。那么台湾智库的这些专家是不是有智障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建绍。最近在第13届珠海航展上，中国空军呢展出了一款新的装备，那就是歼-16D 电子战飞机。台湾地区的军方的一些智库专家呢，也对它进行了一些研究，结果呢得出了一些很奇葩的结论。他们认为呢，以歼-16战斗机作为平台研制的歼-16D 电子战飞机呢，对台湾确实是个新威胁，但不用过度担忧。从本届珠海航展所展示的歼-16D 这款电战飞机，它的定位和功能情况看呢，它与美军的 EA-18G 咆哮者电战飞机呢是比较类似的。而且呢，目前在这个领域，美国是一个领先者。若干年前呢，它就已经开发出了 EA-18G， 而其他国家专用的战术型的电对抗飞机数量比较少甚至呢性能也有很大的差距。而中国可以说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开发成功同类型的电子作战飞机的国家。因此呢，有些军迷呢把这款国产的先进电子对抗飞机呢称为咆哮狼，也有把它誉为是咆哮16。不管怎么讲，歼-16D 是和美国 EA-18G 相当的一款比较先进的电战飞机。那么这款战机一露面，可以说对台湾地区的一些军方人士呢就构成很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这个压力他们的一些智库媒体的一些人员呢就开始出来发表言论了。比如说他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一个副研究员叫苏子云的就表示说，中国大陆虽然很努力的强化电战实力，但没有像美国海军空军在全世界战场积累的差不多60年的电作战经验。而为各种各样的电子目标建立资料库，对电子战呢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思说呢，中国大陆过去在电战方面的经验不足，因为没有专用的电战飞机，因此要想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电子信息资料库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台湾地区当局的一些军事专家所谓的军事专家，他们是如何看待歼-16D 这个新威胁的呢？他们认为不需要过度担忧，因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翻盘。这个叫苏子云的人甚至还提到歼-16D 的电脑处理能力以及处理数位信号的芯片是整套电战系统的灵魂，而歼-16D 所用的芯片是大陆自制的龙芯芯片。受半导体生产能力的影响，龙芯芯片的制程比较老旧，因此它对大陆电战系统的能力会有所保留。那么他这个说法对不对呢？首先，歼-16D 上所用的这个芯片是不是龙芯芯片，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即使是它的关键也不在制程，你是28纳米还是14纳米还是7纳米，这个都不是军用芯片最关键的。因为军用芯片有特殊的要求，不是让你在一个指甲盖上能够布置多少个晶体管，而是要有较强的战场环境适应能力。比如说它装机之前要进行大量的极端条件下试验，比如说高温、低温、强震动这些条件的试验都是相当苛刻的。你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你就不可能装机使用。何况电战飞机上的芯片还要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抗电磁干扰能力，或者说呢，它的电磁兼容性比较好。如果你打开干扰机，或者是打开雷达、通讯系统，对本机的一些电子设备造成强干扰，那么这就是不可用的。在和其他有机编队飞行的时候，你实施电磁干扰，也不能对有机的电子系统造成干扰这才是这款电战飞机它所用的各
各种各样的电子元器件是最基本的要求。你要说中国大陆龙芯芯片的制成比较陈旧，那么我们不妨和美军的军用飞机来比一比。美国的战斗机，比如说 F-22战斗机啊 ，B-2战略轰炸机，它所用的电脑或者基载计算机相当落后，要和民用的台式计算机以及便携式手提电脑相比，它们也是相当落后的，只有286的水平，差了多少代？但是美军的飞机照样在用这些电子设备那么它的芯片和龙芯芯片相比，又差了10万8千里。歼16D 电子战飞机它的研发时间比较晚，最新开发出来的，那么我们用的电子设备肯定是最新的技术，而不是那些老技术。那么这些最新的技术都经过了长时间的严格的考验，才能够装机使用，因此它的综合性能是相当优秀的，并不比美国的同类型的战斗机和电子战飞机要差。因此，台湾的某些所谓的军事专家在分析歼16D 电子战飞机它所用的芯片到底是什么，它的水平如何，恐怕都是瞎猜乱想。那么这种瞎猜乱想，可以说对我们根本就没什么影响，而真正受到影响的反倒是那些企图以武拒统的台独分子。一旦真正面临两岸发生武装冲突、开战的时刻，那么歼16D它的作用和能力到底如何，恐怕某些人就可以感受到、体会到了。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